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。索尔带着弟弟启程前往地球，灭霸战舰突然杀来，发出求救信息后，飞船在战舰的攻击下已经解体，海姆达尔痛苦地倒在地上，乌木猴跨过了阿斯加德一个又一个的尸体，他们在灭霸的带领下想要恢复宇宙的平衡。洛基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却无能为力。灭霸拎起了战败的索尔，他的强大让整个飞船都被他震慑住，而此时他已经抢到了力量宝石。灭霸用索尔的生命威胁洛基交出魔方，本想蒙混过关的洛基看到哥哥生命垂危，他最终选择了拿出宇宙魔方。看见弟弟一生都在偷魔方，索尔都傻了呀。洛基对哥哥保证他们的安全，他不可能屈服灭霸，而且他们有浩克。浩克突然杀出来，锤得灭霸连连后退，但灭霸不动用宝石就可以让浩克无法还手，一套又一套的军体拳让浩克失去了反抗，最后的希望也败在了灭霸手里，想要帮忙的索尔也被困在了原地。海姆达尔利用自己仅剩的全部力量送浩克离开了飞船，这个举动也让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。索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陨落，他发誓要杀死灭霸。灭霸卸下了护甲，捏碎了宇宙魔方，他已经驾驭了2颗无限宝石，宝石的威力对于他来说毫无影响。地球上的2颗无限宝石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。对地球了如指掌的洛基想要炸糊灭霸，当他说出自己是奥丁之子时，看了一眼哥哥，这一次他要为了阿斯加德战到最后一滴血，但并没有奏效。灭霸轻松化解了洛基的阴谋，无能为力的洛基最后告诉灭霸，你永远成为不了真正的神。索尔失去了弟弟，洛基长眠在此。力量宝石摧毁飞船，空间宝石离开战场，只剩下一无所有的索尔抱着弟弟。随着爆炸，阿斯加德失去了一半。浩克随着传送来到了地球，来到了纽约。圣殿里，博士和王正在为吃发愁时，浩克砸穿了圣殿。此时浩克已经变成了班纳，他反复警告博士，灭霸要来了。就要结婚的托尼和小辣椒正在散步，他梦到了他们有了宝宝。小辣椒很早以前就不想让托尼再次成为钢铁侠，胸口的纳米反应堆也只是想保护他们的未来。托尼告诉小辣椒，不再会有什么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博士传送了过来，本应该安稳过上幸福日子的托尼，就这样被这位陌生马脸打断。失踪2年的班纳见到了托尼委屈的不行，博士告诉他们无限宝石的力量。托尼凝重地知道了灭霸的名字。当他知道纽约之战幕后主使就是灭霸时，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。纽约之战导致托尼患上焦虑症，他心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只知道捏气球娃娃的博士被托尼冷嘲热讽，最自大的胡子兄弟谁也看不惯谁。博士誓死守护时间宝石，心灵宝石在幻视头上，但幻视2个星期前就已经藏了起来，能找到他的只有队长。内战过后他们再无联系，托尼不想主动联系队长，但是大敌当头，他只能放下自负。正掏出翻盖手机决定打电话，城市却发生了异动。他们走出去发现世界就像是末日到来一样，灭霸的甜甜圈飞船已经为了时间宝石来到地球， Peter 的蜘蛛感应也察觉到了危险。看着甜甜圈，他安排内的吸引注意力，神秘白发老人根本见怪不怪。 Peter 换上战衣前往甜甜圈的位置，博士驱散了尘土后对托尼挤眉弄眼。乌木猴与黑矮星下飞船解释自己的目的，托尼根本不让他多逼逼，博士也准备迎战。托尼想让班纳来对付对方的大家伙，憋得满脸通绿都叫不出浩克，托尼只好亲自应战，拉下紧身衣，双击反应堆，纳米一层层的包裹住托尼。Mark 50终于亮相了，挡下黑矮星的攻击，悬浮炮直接奏飞。正炫耀纳米科技时，被乌木猴打上了天，博士只好把班纳送走。托尼赶来帮助博士，乌木猴拥有强大的意念控制能力，冲上去的托尼被黑矮星抡到了公园，浩克却依旧不愿意在地球现身。面对黑矮星，托尼有些不好应对，小蜘蛛赶来替阿爸挡下了一击，父子的联合攻击下打回了优势。法师们还在斗着法术，伤到乌木猴后，他恼羞成怒，还嘲讽博士的魔法受孩子们的欢迎。参加综艺节目需要谨慎啊！眼见拿不走宝石，博士存档还被阻止，准备带走博士回飞船折磨一番。小鹏带着主子头也不回的逃跑，托尼安排 Peter 去追博士。Peter 抓住了博士，但自己和博士都被吸上了飞船。王把黑矮星送到了冰天雪地，知道 Peter 有危险，阿爸立马前去营救。小蜘蛛已经被带上了天，阿爸加强推进器飞速追击，顺便解锁了亲子套装。小蜘蛛已经因为太高无法呼吸，阿爸带着战衣救下了缺氧的 Peter。亲子套装着装完毕，送走 Peter， 托尼独自闯进了飞船内部。小辣椒打电话想要留下托尼，但飞得太远，信号已经丢失。
星期五也变成了离线模式。但皮特担心阿爸偷偷溜进了飞船，吴木猴带他们前往泰坦星。无能为力的班纳只好捡起托尼的电话，他决定联系队长。一直在进化的幻视已经能够把自己变成炮总，他和旺达正在亲密幽会，但心灵宝石最近经常让他头疼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幻视就要回基地了。早恋的幻视不想离开旺达，电视上却报道了纽约的袭击，托尼因此失踪，幻视不得不回去帮助自己的队友，结果被王任将军捅了肾，打回原形。配合比邻星想要抠走宝石，旺达救走了幻视，这一刀让幻视系统混乱，敌人突然杀来，两对夫妻打得不可开交。听到幻视的嚎叫声，旺达立马飞出去支援幻视，飞走的两人被击落在地铁站。陷入困境的旺达想要豁出性命1打2，一个身影让他们聚焦了注意力。比邻星一枪被单手接下，队长终于登场，带着山姆娜塔莎重创了王任将军。娜塔莎警告他们，见势不妙直接开溜。第一次见到这么眉清目秀的络腮胡，他们准备启程回家。银河护卫队接到求救信息，前往目的地，所有人都被奎尔的音乐细胞感染。格鲁特沉迷游戏无法自拔，还学会了骂街。他们来到目的地后，场面已经无法挽救。昏迷的索尔撞向了他们的飞船，大家都被这个男神给路转粉了。铁打的肌肉，天使的面孔，曼提斯唤醒了他。卡莫拉对他们诉说了老爹灭霸的梦想，计划生育。德拉克斯的家人也被灭霸屠杀，如果让他集齐宝石，一个响指就能抹除宇宙一半的生命。失去弟弟的索尔告诉卡莫拉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奎尔吃醋地分开了两人，还模仿男神说话。他们得知灭霸屠杀了柴达星，得到了力量宝石，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收藏家手里的现实宝石。索尔飞船上一半的人都被灭霸杀害，他必须复仇。地球上的宝石有复仇者守护，他们要联合起来守护宇宙中最后2颗宝石。但灵魂宝石至今无人发现，所以时间还来得及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打造一把新武器。他们兵分两路，索尔带着火箭格鲁特前往尼达维铸造神器，剩下的护卫队去阻止灭霸夺走现实宝石。当年灭霸为了平衡宇宙，带领奇塔瑞人屠杀了卡莫拉的家乡，当然也包括他的家人。灭霸收养了这个小姑娘，送给她一把匕首，这把匕首他至今带在身边。他让奎尔发誓，如果自己被灭霸活捉，一定要亲手杀死自己。一直在一旁隐身的德拉克斯就这样看着他们亲热了1个小时。他们来到收藏家这里，发现灭霸早已到来。不听劝的卡莫拉直接杀向了灭霸，他利用匕首刺穿了灭霸的心脏，割了他的喉。看着倒在地上的灭霸，卡莫拉难过的哭了。影帝灭霸解除了幻象，现实宝石他早已到手，一切都是他设下的局，他活捉了卡莫拉。德拉克斯、曼提斯也被现实宝石击垮。面临抉择，奎尔艰难地下了决心，但一切早已来不及了。卡莫拉还是被带走了。罗德签署协议后，一直待在基地看家。不受待见的国务卿出言不逊，队长赶来直接怼他：“他妈拦老子，老子打死你啊！”老战友相聚，场面非常温馨。多年不见的班纳再次见到娜塔莎，但一切仿佛根本没有变。斯考特和巴顿都在家接受管制，现在他们想要保护幻视，只有取出心灵宝石。有这个能力的只有一个地方——瓦坎达。陛下带着震惊麒麟臂来见巴基，大敌当头，老兵为了和平重出江湖。博士被乌木猴做着针灸，反复威胁博士无果。小鹏和小蜘蛛来协助孤单的托尼，父子展开激烈斗嘴。为了皮特的安全，阿爸再三责怪他。电影达人皮特想出一招解救人质的办法，托尼赶来炸出个洞，乌木猴瞬间被吸出了太空。钢铁小蜘蛛救下了博士。博士想要让托尼带他们回地球，皮特和博士出时，面临灭霸这样的强攻，托尼不想让地球陷入危机，自己的噩梦再次出现，他要主动出击，打灭霸一个措手不及。博士告诉他，就是你死了，小蜘蛛死了，我也不会交出时间宝石。皮特在阿爸亲自授勋下，正式成为了复仇者中的一员。灭霸耐心地对卡莫拉说着自己的心里话，他知道卡莫拉有灵魂宝石的下落，星云被活捉折磨，他来刺杀灭霸差点成功，可还是被抓住了。灭霸给了卡莫拉选择，说出宝石下落，或者看着星云死在眼前。他带着灭霸来到了沃米尔星，曾被空间宝石流放的红骷髅一直守在沃米尔。他被诅咒，知道任何一个来到此地的人，他只能指引着别人来得到自己一直得不到的东西。灵魂宝石的代价是献祭出自己最爱的人，一魂换一魂。卡莫拉以为灭霸没有爱的人，可他自己偏偏就是。为了平衡宇宙，灭霸选择付出女儿的生命，卡莫拉坠落谷底。灭霸从水中醒来，他已经手握灵魂宝石。
在阿斯加德学会格鲁特语言的索尔，在他们的陪伴下前往尼达维。贴心火箭安慰索尔，他失去了父母，失去了弟弟，失去了所有家人。索尔不惜一切要让灭霸付出代价，就算自己打不过，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火箭送给了他之前在勇渡飞船偷来的眼睛。重获双眼的索尔来到了尼达维，但这里已经失去了生气。他们看到了无限手套的模具，矮人王艾崔是唯一的幸存者。灭霸为了手套杀死了所有矮人，还斩断了自己的双手。逃脱后的星云告诉护卫队速来泰坦星，托尼他们也来到了泰坦星。护卫队突然袭击复仇者，毫不知情的两队人展开激烈搏斗，互相威胁人质后，他们才知道都是自己人。他们把见到索尔的事情也告诉了托尼，托尼给大家分配着计划。杂乱无章的护卫队让托尼怀念复仇者，奎尔决定自己安排伏击计划。博士利用宝石窥探了未来的1400万零605种可能性，他们只有一次击败了灭霸。索尔正忙着打造风暴战斧，可以直接呼唤彩虹桥的神器，核心已经损坏，索尔只能徒手让星球恢复活力。虽然成功，但损坏太严重，索尔决定用身体来承受整颗恒星的压力。复仇者来到了瓦坎达，队长和巴基再次相遇。苏瑞是唯一可以去除心灵宝石的人，但宝石的成分复杂至极，需要很长时间解决。瓦坎达也已经遭受到了袭击，他们的防护罩可以抵御一切。敌人攻击过来，旺达留守幻视，陛下安排战术，给队长发放了福利盾牌，班纳也穿上了反自己战甲。瓦坎达全部出动，姆巴库与特查拉携手作战，比邻星出动了所有手下。他们自杀式的袭击简直惊悚啊！用生命穿过防护罩的小杂怪被战争机器烧制成了金黄色。侧面袭击会威胁幻视，特查拉选择解除防护罩，大喊一声，两名短跑健将一马当先杀向敌人，激烈的群架就此展开。索尔激活了恒星，但自己也被烧得半死不活，他一命呜呼，神器也正在打造中。格鲁特利用自己的手臂为索尔制造了斧柄，外挂已经续费成功。队长和特查拉成为体操组合，黑矮星比邻星带人直接杀来，数量被压制的复仇者也逐渐失去了还手之力。这时天降圣光，一把斧子救下了所有人。索尔赶到现场力挽狂澜，敌人在他面前全部都是渣渣。另一边，灭霸也来到了泰坦星，他看到了博士，也知道了乌木猴失败了，大家也按照计划准备伏击灭霸。他展示了曾经的泰坦星，灭霸提出了大屠杀，自己也是唯一的幸存者，给博士比了个心后就被托尼砸成了麻瓜。力量宝石配合现实宝石反手将托尼打飞。群英战灭霸，让小鹏控住手套后，皮特尔开始了魔法踹，被灭霸扔出去砸倒了博士。托尼再次火力全开迎战灭霸，再次被宝石化解。星云也杀来，但并没有卵用。按照计划，所有人控制住灭霸，准备夺下手套。灭霸逐渐冷静了下来。奎尔一问再问卡莫拉的下落，星云告诉他，灭霸用他换来了灵魂宝石。失去唯一爱人的奎尔无法接受现实，再三失去家人的奎尔暴怒地给灭霸做着面部马杀鸡。皮特尔就要夺下手套时，灭霸苏醒，托尼独占灭霸，还是遭到了一颗行星的攻击。瓦坎达之战还在进行，巴基火箭旋转跳跃，索尔一直在刷怪，顺便和队长叙了叙旧。敌人成功把旺达吸引出了实验室，2号外挂直接清场。潜伏已久的王任将军杀向苏瑞，苏瑞应该备份成功吧？幻视受到威胁，旺达也被娜塔莎和奥克耶救下。女人之间的战斗比男人还要猛。旺达送了比邻星最后一程，班纳前来支援幻视，最后一次呼叫浩克现身，但浩克还是不愿意出现。班纳靠着自己暴打黑矮星，还亲手把他送上天，撞罩而死。队长跑来救下幻视，配合之下，幻视让他们夫妻把家还。泰坦星，小蜘蛛一个一个救下了护卫队，博士也单挑灭霸，两人花里胡哨的操作也是秀的鸦片。博士最终使用艾克恩之行分身术对抗灭霸，也被灵魂宝石瞬间化解。发现宝石被藏起来后，准备下杀手。托尼阻止了灭霸，迎来了复联3真正的皇城 PK。两人同样都是未来主义者，灭霸因此认识托尼，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一战。托尼使出所有手段攻击灭霸，力量宝石也被盾牌挡下，反手就是一脚加一拳。作为人类，他已经能够伤及灭霸。灭霸已经拥有4颗宝石，托尼再强也不是对手。纳米也所剩无几，他将保护自己的纳米转换成武器，最后的攻击还是被灭霸化解。托尼得到了灭霸的尊重，个人认为是因为托尼和灭霸的做事手段非常相似，而且一个没有超能力的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他准备用4颗宝石的力量杀死托尼。博士救下了托尼，他交出了时间宝石。
遵守信誉的灭霸拿走了宝石，放过了托尼。博士告诉托尼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。索尔依旧在屠杀敌人，幻视已经感受到了灭霸的到来，距离成功只差一步，复仇者根本不是对手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旺达摧毁宝石。大家为了争取时间，拼尽全力抵抗灭霸。虽然他们知道打不过，但是还是用身体去抵挡灭霸。队长接下了灭霸的一掌，人类的极限也被打倒在地。旺达单手阻止灭霸，幻视说出了一句我爱你后化为乌有。灭霸安慰了失去爱人的旺达，掏出时间宝石倒转了时间。他抠出了最后一颗宝石，6颗宝石让他充满了力量。打野归来的索尔一斧子劈向了灭霸，为弟弟复仇的时刻到来了。重创了灭霸，但却无法阻止响指。打完响指后，灭霸再次来到当初获取灵魂宝石的世界。他看到了小卡魔拉，他成功了，但是也失败了。手套已经残破不堪，他离开了地球。抹除已经开始，巴基、特查拉、格鲁特、山姆、旺达、曼提斯、德拉克斯、奎尔，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。博士告诉托尼这是最后的办法后也消失了。坚强的小蜘蛛抱着阿爸，他也改变不了现实。托尼的噩梦一个个的实现，所有人都倒在了他的面前。这个响指让灭霸遍体鳞伤，他现在只想安静的当一个紫薯。片尾里，Motherfucker Free 让希尔联系巴顿，但希尔已经化成了尘埃，世界就要末日了。Motherfucker Free 最终还是没有把那句话说出口。Motherfucker Free 也 Motherfucker die 了，全村的希望正在登陆。好了，复联3到此就结束了。灭霸和导演已经被我活捉了，你们的一个点击量就可以挽回一个超级英雄。下一期蚁人2，不见不散。